返乡创业，我的公司福利对标一线城市，五险一金顶格上缴，20天年假一样不少。然而就是这样的神仙待遇。 中秋节前，只因为报理延误了项目进度，我要求他们有偿加班1天，结果第2天就被50多个员工联名举报。事情回到1周前，我的脸上被一张罚单甩得有点发毛。小庄，你的公司被多名员工联名举报，3天内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用领导，不用3天，我现在就能给您答复。我的整改方案很简单：第一，加班计划取消；第二，我将亲自向全体员工道歉；第三，公司今后所有制度将一字不差、不偏不倚地严格按照国家劳动法来执行。镇子地势低，连着下了3天3夜的雨，导致变电站被淹，全镇停电。我的工厂自然也跟着停摆。眼看着就到中秋国庆长假了，我们手上压着一个欧洲大客户的单子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，必须在9月30号之前交付第一批货物。如果违约，光是赔偿金就够我喝一壶的，更别提后续合作肯定也黄了。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拉来的大客户，关系到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。还好电只停了3天，只要节前这段时间，大家努力把落下的进度赶回来，还是没有问题的。电力恢复的当天，我立刻召集了所有员工开会。各位，因为停电耽误了3天，客户的交付日期又迫在眉睫，我决定中秋节前我们加1天班，就是调休前的那个周六，大家辛苦一下，把进度赶上来。当然，加班费我给大家算3倍，并且额外发1000块的过节红包。大部分老员工，特别是那些40、50岁的大叔大婶，都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点头。但几个新来的年轻人，脸色明显就不好看了。庄哥，楚生搓着手，一脸为难。他是我的表弟，工厂运营主管，身后跟着他新来的表妹柳如烟。有件事我得跟你反映一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哥，这周六加班的事，下面的人意见很大啊。法定节假日，好多人都提前安排好了，有的要去相亲，有的约了朋友出去玩，还有的要去市里看病。你这突然一通知，把大家的计划全打乱了。就是，而且哥，你这通知也太晚了。管理学上讲究预期管理，你要是提前1个月说，大家肯定都能理解，都好安排。现在临到头了才说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提前1个月，谁能提前1个月算到天要下暴雨，变电站要被淹？让大家克服一下吧。停电那3天，公司也没让大家远办公，工资1分不少的发了。现在用1天时间换回3天的进度，我觉得不过分吧？而且我给了3倍工资和红包，这条件在咱们县城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第2家了。楚生，你是主管，节前订单的压力有多大？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不加班，我们肯定完不成。我知道的，庄哥，我肯定是支持你的。如烟也是，她刚来，但特别懂事，都是自家人，我们俩肯定没问题。但外面那些员工，他们可不这么想啊！我听他们私下里都在骂，说你这是典型的资本家压榨，不把员工当人看。我建议啊，哥，这班还是别加了，毕竟是法定假日，违法的事咱们不能干，传出去名声不好。对啊，庄哥，你是我爸千辛万苦拉回来的投资上，我还能不帮你吗？我这是为了公司好。2年前，我在1线城市做互联网小有所成，回乡探亲时，我的舅舅也就是柳如烟的父亲，几次3番地请我吃饭，话里话外都是希望我能回馈家乡，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。我这人念旧，也想着让我爸妈在镇上脸上有光，头脑一热就投了一大笔钱，在家乡开了这个工厂，招的员工几乎全是镇上的亲戚和乡亲。我还让我那游手好闲的表弟楚生当了主管。这个工厂我压根没指望他赚钱，纯粹是为了给家乡做点贡献，解决点就业问题。福利待遇却直接对标1线城市，五险一金顶格交，各种节假日福利、带薪年假一样不少。这2年下来，公司账面上的利润基本也就赚个辛苦钱。咱们公司里沾亲带故的，再不济也是一个镇上住了几十年的邻居。虽然说我爸现在在镇上还有点面子，但我们也不能仗势欺人，逼着大家加班吧，那不成黄世仁了。哥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公司里除了我和我哥，就没一个人想加班的，大家意见都快捅破天了。他这句话一说完，我就全明白了，这公司里对加班最不满，意见最大的恐怕只有他们兄妹俩。不过我也不想当面戳穿，毕竟一个是公司名义上的主管，一个是刚校门的黄毛丫头，伤了舅舅的面子不好看。其实我也不想加班，你们也知道，公司成立这2年来1次班都没加过，这次真的是特殊情况，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。这样，如果谁真的有特殊情况，周六实在来不了，让他直接来找我请假，我来跟他沟通，绝不强求。哥，他们都是老实人，脸皮薄，哪敢直接来找你这个大老板请假啊？就是啊，你这不就是逼着人来吗？就算人来了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干活也肯定磨洋工，效率低的可怜，最后该完不成还是完不成，何必多此一举，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呢？那按照你们的意思，节前的订单就不管了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哪怕最后违约赔款，这下半年白干，年底发不出年终奖也无所谓。那不行，那怎么行？哥，你这是两码事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放假是国家法律规定的，是我们的权利，奖金是公司承诺的，是我们的劳动所得，怎么能因为我们不加班就不发奖金呢？但是订单完不成，公司亏损，就没有利润来发奖金，这么简单的商业逻辑，你一个大学毕业生不会不懂吧？公司赚不赚钱，那是你老板该操心的事，跟我们打工人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只要按时上下班，完成了分内的工作，你就得给钱，这么简单的法律逻辑，庄哥，你一个大老板不会不懂吧？
如烟，你怎么跟庄哥说话呢？工作不想要了？哥，你怕什么？我们00后上班就是要整顿职场的，我说的有错吗？我这是在帮公司规避法律风险，是为公司好。你就是太老实了。行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不需要再讨论了。公司要求周六必须加班，必须在节前完成这批订单。我再强调一遍，这是要求，不是商量。如果周六一天还完不成，那接下来每天晚上都要加班，直到完成。喂，请问是庄先生，大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吗？这里是人社局劳动监察支队，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，反映贵公司存在强行要求员工在法定假日加班的行为，请你在3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相关的书面情况说明和整改方案。考虑到贵公司过往并无投诉记录，我们建议你方与员工积极协商处理。电话里工作人员的语气虽然客气，但我还是听出了一丝不容置喙的严肃。我用最诚恳的语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本的解释了一遍，从暴雨停电到订单压力，再到我提供的3倍工资和额外红包，我都说得清清楚楚。我还特意强调了，我们分公司除了国家法定假日，每年额外还有至少20天的各种带薪假期，平时上班从不打卡，中午有2个半小时的超长午休，下午茶零食无限量供应。庄总，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，那你们公司的福利待遇确实相当不错了，可怎么还会有员工投诉呢？而且不是1个2个，是集体投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做企业的也不容易，这件事我们还是建议你先内部沟通，尽量协商解决。但是超过10个人的集体投诉，性质就已经很严重了。你这个举报名单上足足有52个人，局里领导非常重视，是必须要开会讨论的。所以你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给我们一份书面说明，态度要诚恳，措施要到位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要派工作组到你们公司去现场核查了。52个人，工厂加上我，一共55个人，除了我和楚生兄妹，那就是全员都参与了举报。我一直以为我带给家乡的是机会和福利，我收获的是乡亲们的感激和尊重。我一厢情愿的以为我为父母在镇上挣来了天大的面子，现在看来全是笑话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恐怕就是个离乡多年、衣锦还乡、人傻钱多的冤大头。喂，庄总，还在听吗？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啊！现在上面的政策对劳资关系这块抓得很紧，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企业和员工能够和谐共处，共同为地方经济做贡献嘛。在听呢，领导，谢谢您的提醒，我刚刚就在思考怎么处理这件事。您放心，不用等3个工作日，你们工作也忙，马上又要放长假了，我肯定全力配合咱们的工作。我现在就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：第一，这次的加班计划立即取消；第二，我会以公司的名义向全体员工公开道歉；第三，我向组织保证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公司将对所有假期和工时制度进行全面整改，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，坚决杜绝一切违法违规的用工行为。我现在就起草一份盖了公章的书面文件，立刻给您寄过去，请您代表我向组织保证，我诚恳接受组织的批评教育，即日整改，立刻整改。这样很好，态度很端正了。那你抓紧把材料寄过来，这件事后续应该就不会对你公司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了。我错了，我得到的从来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激，那只是我对乡情这个词自作多情的美好想象罢了。庄，你到底是图个什么？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资本家了？不加班，按时下班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还真当自己是救世主，觉得员工都欠你的啊？全体员工请注意，明早9点整，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全体紧急会议，我将代表公司就节前加班事宜向各位致以最诚挚的歉意。开会了，大家安静，都坐好，听庄总给我们做重要指示。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议题，就是向大家道歉。昨天我未与大家充分沟通，就单方面要求大家在中秋节前加班，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，也伤害了大家的感情。经过人社局领导的批评教育，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在此，我郑重宣布，昨天提出的加班要求即刻作废，并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歉意，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这个不懂法的老板。人社局的领导对我谆谆教诲，一再强调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要遵纪守法，一切都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为底线，尤其是涉及到员工的休息休假权利，绝对不能由着企业自己的性子来。所以经过1晚上的深刻反思，我决定立即对公司的管理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改革，要把守法作为我们企业行为的第一准则。这项改革，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。所以接下来我将宣布3条重要的改革措施，请大家认真听，有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下记录，这些都将关系到你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。第1条，为了严格贯彻国家法定休假规定，自即日起，本公司的所有休假制度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定标准执行，这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每年春节提前1周放假、推迟1周上班的惯例，取消3·8妇女节、6·1儿童节等所有非法定节假日的休假，取消公司自行设立的20天超长带薪年假，改为按国家规定，根据员工工龄计算，工作满1年享有5天，满10年享有10天。
以此类推，上限15天，取消10天的带薪婚丧假，统一改为法定的3天。第2条，为了严格贯彻每天8小时工作制，保障员工劳逸结合，自即日起，公司的午休时间将由原来的11点30分至下午2点，调整为中午12点至下午1点，上下班时间不变，仍为早上9点和下午5点半。请大家注意，是从今天开始执行。第3条，为了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，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，自即日起，公司将对所有员工实行严格的考勤考核与绩效考核，考核结果将直接与各位的月度奖金、季度奖金以及年终奖金挂钩。干得多拿得多，干得少拿得少，不干活不拿钱。大家对这一条应该没什么意见吧？庄必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报复，你这是滥用职权，打击报复举报人。柳如烟，注意你的用词。我庄必凡现在可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一个积极响应组织号召的好老板。第一，关于假期，国家法定节假日总共11天，之前我们公司一年放多少天？楚生，你这个主管那里应该有详细的记录吧？春节多放半个月，加上各种洋节土节，一年下来，光是额外的带薪假就超过1个月。现在我只是把这些不合法的福利取消掉，严格按照法律来，完全合法。合情合理。第2，关于午休，劳动法规定，劳动者连续工作4小时以上，应保证至少30分钟的休息时间。我给大家1个小时，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1倍，非常人性化了，完全合法。第3，关于绩效考核，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，这是最基本、最公平的原则。难道你想说干好干坏一个样，吃才是合理的吗？这更是完全合法，并且值得提倡的。我今天宣布的每一条，都是在人社局领导的谆谆教诲之下，经过深刻反思后得出的整改方案。柳如烟，你要是觉得哪一条不合法，或者对我的整改方案不满意，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给劳动监察支队，问问他们我这个整改方案，他们满不满意，高不高兴？问问他们我这个整改方案，他们满不满意，高不高兴？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之前给出的福利有多么夸张，多么不计成本。年底多放半个月的带薪假，光这一项就相当于白送了半个多月的工资。那些婚丧嫁娶的假期更是离谱，国家规定3天，我给了10天，而且连证明都不用开，打个招呼就行。这些东西以前写在公司手册里，是人人称颂的福利，现在被我亲手收回来，就成了搁在他们心头的一把把刀子。小庄啊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大家就是不想周6加那1天班，没别的意思，真的。是啊，庄总，您别生气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我们愿意加班，周6我们都来，保证把货赶出来。各位，请你们搞清楚一件事，我不是在生气，也不是在跟你们赌气，我是在非常认真地、严肃地执行劳动监察部门的整改要求。你们52个人联名举报我，这说明在你们的心里，我庄必凡之前就是一个不遵守劳动法、肆意压榨员工的黑心资本家。现在我改了，我改过自新了，我成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好老板。你们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，不是吗？你们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，不是吗？至于加班，那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人社局的领导说得很清楚，强制员工在法定假日加班，那是违法的。我庄绝不会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，所以不仅这个周6不加班，从今往后，任何法定节假日都不会再有加班这2个字。那订单怎么办？节前交不了货，公司要赔一大笔钱的。是啊，庄哥，公司赔了钱，我们年底的奖金不也？打住，公司是赔是赚，那是我这个老板要考虑的事情，跟你们员工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是你亲口教我的道理，我记下了，而且记得很牢。至于年终奖，大家也尽管放心，我的第3条规定里写得清清楚楚，考核结果直接挂钩年终奖金，只要你能按时按量完成你的绩效任务，奖金1分都不会少。如果完不成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具体的绩效考核标准，今天下班前，楚生你会收到一份详细的方案，由你来下发给每一个人。散会。当天下午，新的绩效考核方案就下发到了每个人的工作邮箱。当天下午，新的绩效考核方案就下发到了每个人的工作邮箱。我设定的工作量，平心而论，真的不算高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熟练工，在不聊天、不刷手机、认真工作的情况下，8小时内能轻松完成的量。但对于他们这群养尊处优惯了的人来说，这无异于天方夜谭。完不成绩效的，当天绩效记为0分；连续3天不达标的，视为不能胜任该岗位工作；连续5天不达标的，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，并且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。当然，为了体现所谓的多劳多得，超额完成的部分会有阶梯式的提成奖励。如果有人能完成2倍的量，光是提成奖金就比他1个月的底薪还要高。楚主管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请你立刻统计所有未到岗的人员名单，统一按照迟到处理，并做好书面记录，交到我这里来。庄哥，大家就是习惯了，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，要不咱们给个缓冲期？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，还是想第一个被记录在案？没有，我马上去办，马上去。很好，按照公司新颁布的考勤规定，迟到1次罚款50元，通知财务从他们这个月的工资里直接扣除。庄
哥，你不能这样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，沾亲带故的，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以后回了家，在镇上还怎么做人？我爸知道了，肯定会说你的。你爸？你是说我舅舅吗？他当初费尽心思请我回来投资，是让我回来开善堂做慈善的吗？我每年给镇上创造50多个就业岗位，按时发工资，顶个缴社保，逢年过节的福利比县里的事业单位都好。我自问，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，对得起每一个乡亲，但是这不代表我就应该当个任人宰割的冤大头。你们把我当肥羊宰，举报我的时候理直气壮，现在我不想当肥羊了，我只想当一个正常的合法的商人，这有什么错？我们没有那个意思。有没有？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回去告诉你爸，也告诉所有人，这家公司从今天开始，县不幸乡亲，能干的我欢迎留下，不能干的随时可以走，我绝不挽留。门在那边，不送。我知道他肯定是去找舅舅告状，这件事是时候让我那位德高望重的舅舅出面了。果然，傍晚快下班，我接到了舅舅的电话。小张啊，听说公司里出了点事，年轻人嘛，不懂事，你这个当哥哥的多担待一点嘛，都是一个村一个镇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别为了这点小事把关系搞得太僵了。就担待不了，我开的是公司，不是幼儿园，他们50多个人联名去市里告我，这叫不懂事，这叫要把我往死里整。这件事确实是他们做的不对，我已经狠狠批评过如烟那丫头了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让她当着全公司的面给你道个歉，加班的事大家也都同意了，你就把那些新规定收一收。收不了了，就有句话我得跟您说清楚，这家工厂从开业到现在2年了，基本赚不到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工成本太高，工作效率太低，产出和投入完全不成正比。我以前觉得都是乡亲，算了，就当是为家乡做贡献了，亏点就亏点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斗米养恩，担米养仇，我给的太多，让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，甚至觉得我欠他们的。所以这些规定不仅不会收，还会不折不扣的严格执行下去。谁受不了，随时可以辞职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就算最后公司只剩下一个人，只要他能完成工作，我照样给他发工资，养着他。小张，你真是铁了心了。是。好啊，出息了，翅膀硬了。庄必凡，你别忘了，你爸妈还在镇上住着呢，你让他们怎么面对这些乡亲？舅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您是在威胁我吗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那我也提醒您一句，这家公司法人是我，场地是我租的，设备是我买的，员工是我雇的。我想让他开，他就能开；我想让他关，他明天就能变成一个空壳子。到时候这50多号人，您是打算自己掏钱养着，还是让他们都去您家吃饭？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跟舅舅跟这帮所谓的乡亲算是彻底撕破脸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公司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，没有人再迟到早退了。午休时间一到，所有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位上。但是接下来的3天，也没人认真干活，他们用一种最消极也最愚蠢的方式来对抗我——磨洋工。鉴于全体员工连续3日未能完成基本工作绩效，公司决定将于今日下午对各位进行为期半日的岗位技能强化培训。培训结束后，将于明日上午进行上岗考核。考核不通过者，公司将依据劳动合同相关条款予以辞退处理。庄必凡，你这是变相裁员，这是违法的，我要去告你。华言，市人社局的电话，需要我帮你查一下吗？哦，对了，上次你们是集体去的，这次也别落下谁，人多力量大嘛。还有培训和考核是公司为了帮助员工提升技能、适应岗位而设置的内部管理流，所有人都必须参加。如果有人拒绝参加，将视为自动放弃工作岗位，按自动离职处理。下午我亲自给他们培训。所谓的培训，其实就是把技术专家总结出的最高效的工作方法，一步步拆解开来，教给他们。我在上面讲的口干舌燥，下面的人有的在玩手机，有的甚至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，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在认真的听着，手里还拿着本子和笔，不时的记录着。第2天上岗考核，结果不出我所料，50多个人里只有6个人通过了考核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是昨天那几个认真听课。通过考核的6位同事，恭喜你们，请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。没有通过的其他人，请在1个小时内去财务部结算你们的工资，然后到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。凭什么？你这是黑箱操作，我不服！我们要求重新考核，这次不算。庄必凡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把我们都开除了，这家公司也别想再开下去。闹够了吗？闹够了就去办手续。我提醒一句，公司的每个角落都装有高清监控，谁要是敢损坏公司的一草一木，或者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我保证你们的下一站就是派出所。这场持续了近1周的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公司一下子走了40多个人，瞬间变得空空荡荡，剩下的6名员工站在偌大的办公室里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公司的元老了，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都过去了，现在我们一切按心的来，你们放心，只要你们踏踏实实的干，我保证你们未来的收入会比以前只多不少。另外，公司会马上开始招聘新人，你们6个我会优先考虑提拔为小组长，负责带新人，待遇自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。
他们大概也没想到，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波过后，自己竟然因祸得福，成了最大的赢家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在县城和周边几个市的人才招聘网站上发布了大量的招聘信息，薪资待遇就是我们这个地区行业内的平均水平。没想到招聘信息一发出去，我的邮箱瞬间就被简历给塞爆了。这个看似安逸的小城，最不缺的就是渴望机会、愿意奋斗的年轻人。他们不怕辛苦，怕的是没有一个公平的、能够靠努力改变命运的平台。公司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运转，甚至比以前更有活力、更有朝气。新的员工在6个老员工的带领下，很快就适应了工作节奏。在绩效考核的刺激下，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，你追我赶，生怕落后。以前50多个人一个月都完不成的订单量，现在不到40个人，只用了3个星期就保质保量的提前完成了。那个欧洲客户非常满意，当即表示要追加订单，并且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。被我辞退的那些人，在舅舅的带领下，又去市人社局闹了一次，但这一次劳动监察支队的人根本不理他们。我所有的操作，从培训考核到辞退留，再到工资结算，全都合法合规，有理有据。他们找不到任何法律上的毛病。或许人总要经历一些背叛和伤害，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脚下的路和身边的人。因为我用惨痛的代价，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。